法师留步，前面乃本寺禁地。来了，来了！善哉善哉，大伦明王驾到。玉儿，你留在房中，不许出来。明王远来，老衲为客远迎。天龙寺威名，小僧早已倾慕。今日得见宝刹尊严，大为欢喜啊！阿弥陀佛。小僧我这次来，是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还望诸位高僧大德能够大发慈悲呀。明王与慕容先生相交一场，即是姻缘，姻缘极尽，何必强求？慕容先生以往生极乐与人间武学，又岂在错意？方丈所言，甚为至理。只可惜小僧我生性愚钝，实在是放不下这旧友之情啊。昔日我与慕容施主谈武论剑，论及剑法，他首推你们大理段氏的六脉神剑为首，只可惜他也未曾见得。这可是施主一生之大憾事啊！小僧曾经夸下过海口，要借得六脉神剑的剑经，借于施主一阅。这大丈夫一言既出，不论生死，更何况小僧我绝不会自食其言的。这宝匣里放着，可是3本奇书，都是慕容施主生前亲笔手书，记载的是少林寺72绝学的练法要旨，以及破解之道。小僧今日愿用这3本奇书，换贵寺的六脉神剑剑经一把。当然了，小僧我年轻识浅，光靠我嘴说，怕难以博取诸位大师的信任，那只好在大师面前献丑了。拈花指，小僧的拈花指指力，自然是比不过少林寺的玄度大师。这多罗叶指嘛，皆知名不虚传，佩服。过奖了。那现在大师的意下如何？国师以3门执法见教，可见诚意。只是我们自己的一阳指尚此修习不全，要旁人的武学奇经作甚？小僧说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话。如果六脉神剑真如慕容施主说的如此精奥的话，我看如今你们天龙寺应该无人可以练成吧？
送客。国师，请。既然六脉神剑剑经如今已是徒有虚名，大师何必为了一本剑经，伤了大理和我吐蕃的和气呢？国师言外之意，若是天龙寺不交出此经，大理、吐蕃两国便会兵戎相见。我吐蕃国主非常了解大理的风土人情，早就有会猎大理之意。我只是担心此举会多伤性命，有违我佛慈悲之意。小僧我已经劝解多年。国师既精通少林72绝学，复又精善大雪山大轮寺武功，既要经书，出手便是。剑果然有少泽剑法。好，中冲剑法。寂寞时凝神观剑，自观自学，不为足序。
荣大师内力深厚，小僧甚是钦佩啊。不过，你们这个六脉神剑，就是浪得虚名。如何浪得虚名，倒要领教。当年慕容施主亲慕的是六脉神剑剑法，而非六脉神剑剑阵。你们6个人合在一起，是威力颇大。不过，和少林寺的罗汉阵法、昆仑派的混沌剑法不相伯仲，算不得天下第一。剑法也罢，剑阵也罢，是国师赢了，还是我们天龙寺赢了？这第一仗嘛，贵寺稍占上风。不过我已经答应了慕容施主，要带走剑经，岂能知难而退呢？大师放心，我已经想到了克制之法。接招吧！这一掌之上可以生出数股力道，而伯父他们只能舍剑用掌。这六脉神剑显然是不及他的火焰刀了。得罪了。枯荣大师，没想到你如此刚烈，就算毁了经术，也不减小僧一跃。罢了，贵寺的经术毁在小僧手上，小僧心中十分不安。不过，我看这六脉神剑，并非一人之力所能练成，拿着经术也就没用了。小僧告辞了。不错。伯父，我吐蕃国主早就听闻保定帝威名，现在就请放下你的身段，
和我去吐蕃一叙吧。诸位大师，小僧并无加害之意。如果你们再是苦苦相逼的话，那我可就不敢保证了。放开我伯父！尊驾是谁？你莫问我是谁，先放了我伯父再说。玉儿，不要管我，我现在只是闲云野鹤一老僧。别忘了，速速通知你爹登基，传接大宝。仗着这奇异的步伐，居然敢偷袭本座！你才是偷袭暗算，卑鄙小人！六脉神剑，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这个臭小子了。那就看看你究竟有多少本事！你们毁了一本死的经书，我带走一部活的。从此以后，慕容施主九泉之下就有人陪伴。告辞。段公子，这些日子，本座对你多有得罪，心中甚是不安呐。若干年以前，我和慕容施主有一个约定，要将你们段氏的六脉神剑借他1月。此约未见，本座心中一直是耿耿于怀。还好公子心中记得剑谱，我只好将公子带到慕容施主的墓前焚化，依了此约。这样本座也就不会辜负故人了。当然了，段公子乃是人中龙凤，你我又无冤无仇，我怎么可能害你的性命呢？只要段公子将心中记得的经书抄写下来，你放心，本座绝不偷看，即刻固封，带到慕容施主墓前焚化。这样也算了了我一个心愿。段公子也可以早日回到大理呀。大师，你的这一番话是骗不了我的。你说，你与慕容先生有此约定，是真是假，我们谁也不知道。在你拿到剑经之后，必定仔细阅读一番，是否真的拿去焚化，谁也不知道。就算拿去焚化了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读过几遍之后，岂有记不住的道理啊？段公子，你我皆是佛门弟子，怎可以如此胡言妄语啊？善哉善哉。
段公子既然如此，本座只好稍加逼迫了，也是为了保全段公子的性命，尚且勿怪啊。你放心，你若是耐受不住，我即刻收手，让段公子抄写经文。我写了剑经，你便会杀了我的。我若不写这剑经，你就舍不得杀我。我写经便是自杀，此劫我早就想通了，鸠摩智大师。我佛慈悲。一定要苦苦相逼。我写。大师，六脉神剑剑法精妙，你可看仔细了。日子隔得久了，我记性也不是太好。哎，我平时啊就总糊里糊涂的，这剑法呀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。哎，不过没关系的，反正你也不看，你只是拿它去慕容老先生的墓前焚化。到时候慕容老先生一个人在阴曹地府啊，自己练得走火入魔，自绝鬼脉，想来还是不会怪你啊。臭小子，我一心想保全你的性命。还是执迷不悟。好，就带你到慕容施主的坟前，将你焚化。你心中记得的剑法，就不该是假的吗？好，那我只能从今日起努力忘掉正确的剑招。那慕容老先生的阴魂也是无可奈何的。哎，你慢点儿啊！哎呀，段公子，这位老妇人不相信你会六脉神剑，不如你也试试身手。像本座这样，打掉另外一个灯笼吧。我本来就什么武功都不会，那好生生的一个灯笼，你毁了它干什么？段公子过谦了，大理段氏就属你武功数一数二。当今武林，除了慕容公子和本座以外，能够胜过你的，恐怕是寥寥无几了。大和尚，这一路过来，你对我好生无礼，生拉硬拽的把我带到这江南来。我本来想的是一句话也不再和你说了。但是到了这江南，见到这般宜人的景色，还有几位神仙一般的姑娘，我心中这怨气啊，自是消了不少。哎，不如我看这样吧，我们俩从此以后啊，一刀两断，咱谁也不理谁了，好吧？段公子，你若是不出手，岂不显得本座是在撒谎？你本来就是在撒谎啊，又何须掩饰呢？老太太，他就是羡慕你们姑苏慕容家武艺高强，要过来偷学你们家一臂之道，还施彼身的法门的。你。这位公子说的有理呀，大和尚，你究竟意欲何为呀？老夫人，
段公子胡言乱语，匡您相信呢？是，本座与慕容施主订约已久，只是因为本座一直在闭关修炼火焰刀法，9年足不出户。我若不练成火焰刀法，别说什么大理段氏的6脉神剑了，我就是想从大理天龙寺全身而退，也是不可能的呀！哼，大和尚呀，大和尚，你说你武艺高强，权威又重，为什么非得到这江南来当骗子呢？段公子，你若是再不出手，本座可就无礼了。你已经对我无礼至极了，还有什么能更无礼的？无非是一刀将我杀了，我又怕你不成？好，那就看刀！段誉，你就是宁愿死也不愿意出手吗？贪嗔爱欲痴，大和尚你一应俱全，居然还敢妄称国师，简直是徒有虚名。那好，我就先杀了慕容府上这个小丫头，看你如何应付。哎。神剑果然是名不虚传，难怪慕容施主私心切慕。两位姐姐，这大和尚自恃武功高强，横行霸道的，你们快走，我不会武功，我来掩护你们。段公子死到临头，自身难保，居然还有怜香惜玉之心。老夫人，你们2位丫头也不用再演了。你们府上的事，究竟是谁说了算？明日我就带着段公子到慕容施主的坟前将他焚了。慕容施主泉下有知也会知道，故人已经赴约了。好吧，大和尚的话我们就信了。不过呢，慕容老爷的坟墓离这里还有1日的水程。今日天色已晚，明天一早，我们姐妹2个陪大和尚和段公子一起扫墓。走。谢谢全兄弟送我回家。都是兄弟，何必客气呢？嫂夫人，嫂夫人，怎么又醉成这样了？那全舵主，谢谢你送我夫君回来。时间不早了，全舵主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啊。
谁呀？谁呀？走，快走！什么事？快点！快走！快走！这边，走了，就这边。 白长老，先带嫂夫人下去吧。不，我要留下来，弄清楚到底是谁，是谁害死我的夫君，到底是谁这么狠心。 是马副帮主的锁喉功。你们看看，帮主，的确是马副帮主成名绝技锁喉功，看情形，应该是一招毙命，想必是马副帮主生前所熟知之人，并且。 武功造诣应该在马副帮主之上，这事确实有点奇怪。马大元的这招是他自己独创，并无师门传承，江湖上除了他，没有其他人再会用。如果非要杀他，应该不是用这招才对呀。除非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慕容复。 是这慕容复干的。如果不是慕容复，谁还有这样的能耐？此事事关重大，必须调查清楚。嫂夫人，请你放心，我一定彻查此事。 起来，我们尽快料理马副帮主的后事吧。是。
水路着实弯绕，把头都绕晕了。屋内可有人在？烦请通报一声。在下丐帮乔峰，求见慕容公子，有要事相商。跟他废什么话？直接抓人便是了。阁下好刀法，不知为何要阻拦乔峰？早就听闻丐帮的乔帮主武功盖世，今日得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前辈过奖。敢问大师名讳，与慕容公子是何关系？贫僧乃吐蕃国师鸠摩智，慕容公子的父亲，与我乃是至交。如今故人已逝，公子也不在此处，我已经空等了数日，是时候该告辞了。帮主，我们找了几个仆役问了一下，都说慕容复出门已有月余，至今没有回来。帮主，此处水路发达，那慕容复要用心躲我们，恐怕一日半日也很难找到他。姑苏慕容久有名声，马兄之事，若真他所为，也无闪躲之理。全舵主也说了，少林寺玄悲大师也是死在自己的成名绝技之下。现在少林寺也将此事怀疑为慕容复所为。但愿这个慕容复真像帮主说的那样，敢作敢为，而不是像缩头乌龟一样躲着不敢出来，让人笑话。哼，但愿如此吧。我想去趟少林寺，看看玄悲大师的状况，听听他们的想法。玄悲师弟死于自己成名绝招韦陀杵之下，今日劳请慕容公子前来，正是为了澄清此事。玄悲师弟上月28遇害，不知遇害那日，慕容公子可否在大理境内呢？玄悲大师遇害那日，
我并不在大理。那慕容公子身在何地？又有何人可以作证？晚辈当日有要事在身，至于身在何处，晚辈无可奉告。但我确乎不在大理，这一点，与我同行的邓百川、邓大哥可以作证。你若心里坦荡，何须有所隐瞒？再说了，邓百川是你慕容氏的家臣，他说的话如何信得？大师此言也太过武断了吧？在场诸位都是得道高僧，有几人敢说事无巨细，无不可对人言的？而且我慕容复自然也有不愿别人知晓的事情。如果仅凭这一点就说我是杀害玄卑大师的凶手，那也太可笑至极了吧？慕容施主所言有理，可是韦陀楚乃我少林72绝技之一，会者寥寥无几，能够一招击伤我玄卑师弟的，除了你姑苏慕容，没有任何人选。若慕容施主不能自证清白，我少林寺不会善罢甘休。那我敢问大师，我与玄卑大师素未谋面，为何要远赴大理去杀他呢？而且玄卑大师死于韦陀楚之下，众人就把矛头直指我慕容复。我若有心脱离，大可就此藏匿不出，为何还要在这里受众人的质疑？阿弥陀佛，慕容施主不是杀害玄卑师弟的凶手。韦陀楚极难修炼，老衲在少林寺这么多年以来，也不过练了一些皮毛。刚才考教慕容公子，用的正是韦陀楚的招式和心法。慕容公子虽然对韦陀楚有所了解，但论其招式的熟悉，功力的深浅，尚在老衲之下。说他一招可以击杀玄卑师弟，绝无可能。以慕容施主线下的武功，确实难以做到。我就知道，以少林100年威名，绝非那等不讲理之辈。施主请。阿弥陀佛，方丈大师说这几日多有冒犯，如有得罪之处，还请施主您不要介意。这间禅房已经为您收拾干净，您可以在此稍作休息，来去自便。有劳小师傅。少林功夫果然深不可测。方丈能证明玄卑大师的死与公子无关，实乃大幸也。接下来，公子有何打算？邓大哥先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慕容公子虽然对韦陀楚有所了解，但论其招式的熟悉，功力的深浅，尚在老衲之下。说他一招可以击杀玄卑师弟，绝无可能。以慕容施主线下的武功，确实难以做到。做不到，为什么做不到？我做不到，为什么做不到？慕容复啊，慕容复，难道你偏要看着姑苏慕容家的名声毁在你身上不成？柔妻，
我分明十指戳入到那人胸膛，招式力道并无错处。若杀人，肯定会立时毙命。你还敢出言辩解？我问你，那人是不是还活着？是不是立时站起大骂你招式不对？练功练不到家，出去丢人现眼，你可知错？回去练习处指100遍，听明白了没有？是，娘亲。富儿，你要记住，你是我们大燕国的子孙，更是我们大燕国未来的皇帝。你怎么来了？王夫人怎么放你到这儿来了？风四哥、包三哥，我怎么来的？你们是怎么都想不到的。倒是你们，怎么没有跟表哥在一块儿啊？少林寺的玄卑和尚在大理被人用韦陀杵的功夫打死了，一些糊涂混蛋赖在我们慕容氏身上了。公子让我们回来报个信息，顺便调查一下西夏一品堂的下落。这人什么路数？哈。在下段誉，阁下便是包三哥是吧？久仰，久仰啊！其实我是背着母亲偷偷跑出来的，当时情势危急，多亏这位段公子相救。王姑娘，你这样不会让我慕容兄弟喝醋啊？喝什么醋啊？这位段公子，他知道玄卑和尚被人以韦陀杵打死的情形，或许能帮到表哥。这是个小白脸儿，你不要上他的当。我上他什么当啊？你是说他会捏造少林派的信息？玄卑和尚之死，诬陷我慕容家族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哎，你这是在审问犯人吗？那你尽管搞倒我好了，我怎么都不会理你。包三哥，段公子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哎，你别伤到他了。哎，想必大家都够了吧？包三哥，阿朱给大家去做好吃的，也给王姑娘压压惊。走，王姑娘，这边请，走。韦陀杵拳法霸道，需调动全身内力，灌注于双拳之上，从照海、地基、经济门、大行至天拳、曲泽，以内力
重重冲刷，如万流归海，每经一处，则劲道倍增。你是谁？你修习打狗棒法，一味图快，而无法精进；修习慈悲刀法，却不解慈悲之意。如今这韦陀楚也是一样，徒有其形而不得其神，长此以往，如何能有长进呢？你到底什么人？怎么会知道这些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把武功练好了才是正经。这韦陀楚讲究的是寸劲儿。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拳，实则百拳千拳，尽力齐发，方能让人肋骨尽碎，肝肠寸断。似你这般一味在招式上做文章，何日才能融会贯通啊？前辈教训的是，听前辈口气，与我慕容家颇有渊源。若前辈能够多多赐教，慕容父感激不尽。赐教说不上，不过看在前人的面子上指点一二，免得你辱没了姑苏慕容的名声。前辈，来者可是乔峰乔帮主？正是在下。不知兄台有何贵干？我乃西夏一品堂勇士努尔海，护送东征大将军赫连铁树出使汴梁。将军与武学一道情有独钟，特来中原拜会各位高手。听闻乔帮主声名过人，特派我前来下战书，请求与乔帮主一战。在下现有要事在身，要赶往少林，恐怕无暇应战。叫花子找和尚能有什么要紧事？都说北乔峰，南慕容，我家将军经理是中原武林中数一数二的高手，故而先来约你。少林寺玄慈方丈德高望重，但年事已高，姑苏慕容又以轻巧一派，赢了也显不出我家将军的本事。若乔帮主只有这么点胆量的话，中原武林当中还有何人可以与我们家将军一战？休得如此猖狂！帮主，你要再不应的话，我老叫花子可就先应了。行，回去禀报你们将军，就这几日，我们切磋切磋。既如此，那就定在3日之后5时，咱们会山凉亭见。小子，回去告诉你们将军啊，到时候我们家帮主会让他尝尝中原武林的厉害。王姑娘、段公子，你们慢慢吃，后面还有好多好吃的呢。三哥，表哥他到底怎么样了？王姑娘，这儿有外人在做，还是个油头粉面的小白脸儿，有些话说着不方便。段公子，切勿生气，我们包三哥啊，向来都是如此，一定要顶撞人家几句，他才吃得下饭。包三先生，你说我的相貌油头粉面，靠不住的紧，那你家慕容公子的相貌便又如何？
也像包三哥这般吗？你这话问得好，我们家公子爷相貌虽然俊美，但英气勃勃，不像段兄脓包之美，大不相同啊。至于区区在下嘛，那是婴儿不俊，英气勃勃，却丑陋非常，可称英丑。我与风四弟啊一路行来，听说丐帮的副帮主马大元被锁侯公所杀，也不是什么王八羔子又来到我们慕容氏上，这不是重伤我们吗？那是谁暗中跟咱们过不去呢？一不会是少林派，二不会是丐帮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诬陷我姑苏慕容家，所以不会对自己人下手。我们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了西夏一品堂的人，宫野二哥已经去跟踪他们了。至于是不是他们，尚未可知。西夏一品堂的人也要跟咱们为难，看来对头是越来越多了。正是，所以我和四弟商量，准备带着阿朱、阿碧去跟公子会合，把家里的情况跟公子说一下，让他有所防备。王姑娘，你是跟我们去呢，还是跟我们去呢？还是去呢？我自然跟你们一起去啊。好极好极，若是王姑娘同我们一同去，路上碰到对头，看上几眼便知对方的底细，我们打起架来便是爽快。你老在旁边听着，让人说话都说不痛快。段兄，要不你请便吧。王姑娘，阿碧姑娘，段誉这就告辞了，后会有期。段公子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太湖中的水道你又不熟悉，不如留一晚，明日再走也不迟啊。今日走，又或是明日再走，也无甚分别了。王姑娘保重。这些年，辽宋之争，我大宋国连连败退，那西夏国明是与我国交好，实际上背地里蠢蠢欲动。这次，这个什么赫连将军，若是以一人之力能够挑战全部中原武林的话，势必会给朝廷带来巨大的压力。他也正好能够借此以为筹码，索要更多的条件。如此说来的话，帮主，这个赫连将军如此的猖狂，你一人前去应战的话，会不会有什么不妥呀？是啊，帮主，比武我们不怕，就怕他们另有阴谋。要不要跟旁边的大人分舵先联络着？这万一有事，也好有个策应啊。之前我就已经飞鸽传书，给向长老和西长老了，要他们尽快过来与我们会合。就算西夏的人有什么小动作，也要有个对策。不好了！大人分舵出事了，一大伙人嚷嚷着要去给马副帮主报仇，那个说是要找姑苏慕容氏的麻烦。这时机未免也太巧了。这马副帮主的仇是要报，可我们丐帮做事光明磊落，就算要报仇，也得有理有据。帮主，既然你有约在身，不妨属下去一趟，去查个究竟。那就有劳白长老去和兄弟们说一声，请他们稍安勿躁。包子，冰糖葫芦，哎，瞧，看一个了，哎，给我来2个包子。要酸要甜的冰糖葫芦。难怪世人都赞美江南，如此美景，如今却只得我一人欣赏。也不知道王姑娘如今却在何处干些什么。哎，客官慢走啊，下回再来。
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，来的正是时候。对，古人说着一醉解千愁，如今我段誉啊，孑然一身，又何妨不能效仿之呢？哎，客官，您这边请。哎，您请坐。小二，帮我打一壶酒，再帮我配好4色酒菜。得嘞。有什么吩咐您叫我啊。好一条大汉，这定是燕赵北国的悲歌慷慨之士。不论江南或是大理，都不会有这等人物。那包不同自吹自擂什么英气勃勃，似这条大汉才称得上英气勃勃这4字。小二，来嘞！哎，这位爷台的酒菜都算在我这桌上。好嘞。兄弟，上来一起喝酒吧。最好最好。小二，哎，把我的碗筷都移到那位爷台桌上。得嘞。兄台幸会。你请我喝酒，这杯子太小了吧？小二，您吩咐。一会儿换2个大碗来，再打10斤高粱。爷台，这10斤高粱喝得完吗？这兄弟请喝酒，你替他省钱啊？10斤不够，打20斤吧。哎，得嘞，高粱酒20斤。哎，您慢用。来。好，那我就舍命陪君子。待会儿酒后失态，兄台莫怪啊。来，干！爽快啊，爽快！兄弟，酒量不错。我这酒量啊，来，我这酒量它也是因人而异。有句俗话叫做“酒逢知己千杯少”，我看这一碗里最多也就20来杯。要倒满1000杯的话，我们得喝40、50碗呢。那咱们得喝满它。喝满它。天下在千字香。爱恨岂能够消散？寒烟下风雨交加。心大大不过江，生死那个更可怕？断不了那份牵挂。妙之极矣，再来，自己来啊！再来，天下在千字香。爱恨岂能够消散？叹烟下风雨交加。心大大不过江，生死那个更可怕？断不了那份牵挂。梦醒来，痴心迷思在，何尝不知复有来。公子，刚收到消息，二弟已经打听到西夏人的下落，在无锡左近。3弟和4弟呢，带着阿朱阿碧正在往那边赶去，我们是否前去会合？
我们这就过去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事未了，你先去山门等我，我一会儿便到。是。晚辈慕容复，多谢前日前辈指点，受益匪浅。晚辈今日就要下山了，特来向前辈辞行，不知前辈能否现身一见？既是如此，慕容复谢过前辈指点之恩，自当谨遵教诲，勤学苦练，但愿不毁慕容家之威名。前辈保重，告辞。小二，再来20斤酒。哎，仁兄啊，我们已经喝了差不多有40碗了吧？40碗啊，还挺清醒的啊，数目算这么明白。仁兄啊，要我说，我们二人呢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要是真要非得分出个胜负来的话，恐怕也没那么容易。但是啊，我们要是再这么喝将下去的话，小弟身边的酒钱倒是不够了。好吧，啊，酒也喝了，肉也吃了，咱们走吧。好。兄弟，看你脚力不错，要不与我乔峰比比脚力？愿意奉陪。走。兄弟，脚力还行啊，咱们再跑一段。好，走。兄弟，跑太猛了。不知这位兄弟是哪人啊？在下大理段氏，初来江南便能结识乔兄这样的英雄人物，实是在下之大幸。刚才乔兄自道姓名，可是姓乔名峰吗？正是，在下乔峰。你是大理段氏的子弟，难怪，不知来江南有何贵干？哎。实不相瞒，我呀是被人所擒而至的。被何人所擒？说是吐蕃国的国师，叫做鸠摩智，说要拿在下去和慕容公子换一门什么武功。在下也是刚刚脱险，所以不愿回家，就只能漫无目的的走到哪儿是哪儿了。不知乔大哥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呀？我原要去少林，但明日与人约在惠山比武，所以在此逗留几日。比武。哎，乔大哥，那不如这样，小弟虽然不会什么武功，但是也想跟着去凑凑热闹，你看如何？好，咱俩见面就是缘。天还尚早呢，咱们再回去，喝他个痛快。哎，大哥，实不相瞒，方才我与你拼酒，那都是骗你的。我喝进去的酒啊，顺着我体内的真气，游走于各个穴道，能从指尖流出体外，与我当然没什么影响了。但是如果再这么喝下去的话，有伤贵体，所以我这才叫停。乔兄莫怪啊。你这是大理段氏的六脉神剑奇功？正是，在下也是刚刚学会，还生疏的紧呢。我听闻家师说过，在段氏有一门六脉神剑奇功。能以无形剑气伤人，不知是真是假。果然，还真有其神功啊！嘿，在我看来啊，
这门神功除了和乔大哥在赌酒的时候可以作弊之外，其他的我也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作用。就好比说，那鸠摩智把我擒住的时候，我就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。所以我想啊，一定是这世人对这大理的六脉神剑渲染过甚，这吹的也太夸张了。兄弟，你说话实在太豪爽了。咱们初次见面，一见如故，要不咱们结为金兰兄弟？乔大哥如此英雄人物，如果愿意和在下结拜的话，在下求之不得。好。段誉今年20岁，我大你有10岁了。大哥，贤弟，长老，里面请。喝点水，请喝茶。你们全总舵主呢？全舵主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。不行，你还是赶紧去带我见他。你对不住，对不住。别费劲了，白长老，他们煞费心思哄你我过来，又岂能轻易让我们离开？这屋里屋外堆满了火石燃料，只要我们想跑，立时就可以放火烧死我们。小兄，你怎么会被他们骗来了呢？不但是我，从昨日起，帮里有点身份的都被他们骗来了，只不知关在哪里。这全冠清也不知道在筹谋什么，胆子着实不小。怎么，你昨日就被他们骗来了？正是。后来陆续听到有人叫骂，才知道好几个分舵的舵主也被他们设计前来，像是也被拘在这附近。好在帮主和几位长老不曾上当，用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找到这里，自有他们令罚的时候。想着全冠清，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分舵舵主，他怎能成此大事？并且一点风声都没有走漏呢？你是说，叛帮的不止全冠清一个？大哥，你可见过那慕容公子？我听人说他武功高强，风采翩翩，不知比大哥如何呀？慕容复就略大你几岁，我一直想和他结交个朋友，但现在看来，恐怕是难以如愿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有个至交好友，前些日子死于非命，人家都说是慕容复下的手。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。他就是死在自己的成名绝技之上。但江湖上的事，也不能只是听信传言，所以我这次来江南，就是为了要查明真相。这事儿听起来的确是有蹊跷。那今朝与大哥相会的强敌又是什么人啊？他们是西夏一品堂的，就是西夏一些武功高强的人，想要挑战大宋的英雄们，想灭我们威风。大哥，
你是人中豪杰，那些什么西夏1品堂、2品堂的，在大哥面前啊，纯粹是自讨苦吃。那慕容复欠我马副帮主一条性命，还敢出现在此丐帮地界？说，你是来替他偿命的吗？非也，非也！你们家4个人赖在我们头上干嘛？你们这群要饭的，跟那帮少林和尚一个德行，拿不出什么证据来，就弄盆脏水非往人身上泼啊！我们只是途经洛阳，难道全洛阳死的人都算我们的？蒋兄弟，帮主，帮主来了！参见帮主！各位兄弟，起来吧。乔帮主，您来的可真巧啊！您要是再晚来一步，您这帮中弟子就要把我和我们这3个姑娘，还有老四一起砍了，准备血祭你们马副帮主了。把慕容复交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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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慕容复交出来！把人交出来！包兄弟，我们马副帮主死于自己的锁喉功，弟兄们难免有猜测，情绪激动。不过此事还未下定论呢，若有过分之处，我先代他们向你谢罪。但我们确实也在找慕容公子，还想请问他身在何处？你问我，我就要告诉你，乔帮主，您帮中弟子随意诬陷我家公子，这无中生有之罪，该打该罚，您总得给个说法吧？您这红口白牙，随便一句谢罪，嘿，这说出来也太便宜了吧？素闻江南包不同，爱放狗屁。今日一听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俗话说，响屁不臭，臭屁不响。刚才那个狗屁是又响又臭，想来定是那丐帮4老放的吧？包不同既是丐帮4老的名头，为何还在这里胡言乱语？长老，参见帮主。4大长老，这4个老儿，你们有什么见教啊？是想跟你包三先生打一架？这个世上谁最爱打架？是你包三先生吗？错了啊！是我江南一阵风，风波恶。来，你出来给我打！老四，你这招吕洞宾咬狗，哎呀，可真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啊！不枉你练了10载寒霜啊！你咬了1800多条花狗、黑狗、白狗，你才有了这种咬狗的造诣呀！四哥，老四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。哎，四哥，你玩阴的？怎么，想玩车轮战吗？让我来会会姑苏的英豪。呀！宋四哥，你没事吧？是中毒了。武学典籍中有不少制毒的法门，偏偏我没有看。现在眼睁睁看着风四哥中了毒，我却束手无策。
帮主，先替风四爷解毒吧。此人生性无礼，替他解了毒，恐怕后患无穷啊。话是不错，但是我们无礼，诬陷人在先。马副帮主明明是被慕容复那小子所害，我报仇雪恨，还顾得上什么仁义道德？先替他解了毒，其余的事我们慢慢说。我们帮主仁义为先，这是解药，给。多谢陈长老，多谢乔帮主。只是，这解药该如何使用啊？把伤口上的毒吸出来之后，把药敷上。如果没有吸干净的话，敷上会有害无益。对了，女人不能吸。女人怎么了？此毒乃阴寒之毒，女人性阴，阴上加阴，只会使毒性更增。侯三哥，别打了，快回来救救四哥！我来吧。大哥，哎，大哥，这种小事就让我来吧。疯子哥，疯子哥，这里最为严重。段公子，待黑血流后再息教妥。全冠清，全冠清，你给我出来！二位长老，稍安勿躁，我家舵主并无恶意。等大事已定，就放两位出去啊！你出来！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你赶紧告诉我，你们全舵主打的什么算盘？否则的话，等我出去，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二位长老就不要为难我了，实在是关乎到丐帮的存亡，不能见告啊！什么狗屁丐帮的存亡？你把我们关在这儿，难道就是为丐帮好吗？你说呢？赶紧放我们出去，否则的话，本长老出去了，一定按帮规处置你。全冠清，全冠清，放我们出去！疯子哥，四哥，你可以动了。四哥，四哥，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四哥严重了，些许小事，何足挂齿啊！对你来说是小事，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情。乔帮主果然仁义，不愧是天下第一帮的帮主，在下佩服，佩服。不敢。西长老，老四，怎么样？没事儿。今天我输给了你，甘拜下风。下次有机会再见，咱们再来比试啊！陈某自当奉陪。兄弟们，你们来得正好，不打搞阵。
哥，不成了，丐帮这打狗阵，你们是破不了的，还是及早住手罢了。破不了也得破。风四哥，不可！青龙功，世上竟真有人会使如此神功！乔帮主的武功如此了得，江湖上有道北乔峰南慕容，可是表哥的武功怎么能？今日之事都是误会，各位请便吧。我们二人与你武功相差甚远，打起来索然无味，我们先告辞了。哎呀，走吧走吧。技不如人兮，脸上无光；再练10年兮，又输精光。就此罢休息吧，吃尽当光。走吧。今日丐帮有要事商量，我们也先行告退。乔帮主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王姑娘，且慢。启禀帮主，马副帮主大仇尚未得报，帮主怎能随随便便放走仇人？咱们来到江南，确实是要替马副帮主报仇，但经过这几日我多方打探，发觉杀害马兄的凶手未必是慕容公子。何以见得？哎呀，打也打不过，你骂也骂不赢，没办法呀。哎，那王姑娘和阿周阿碧两个丫头，咱们就不管了。非也，非也。乔峰啊，他是一个义薄云天的人，只要他不能证明马大元是咱们公子所害，他就不可能动王姑娘他们一根汗毛。现在当务之急啊，是要把丐帮出事的消息赶紧告诉公子。丐帮乃武林第一大帮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以公子之聪明，或许能占得先机。走吧。哎呀，慕容公子与丐帮从无瓜葛，更无冤无仇。他与马副帮主也素不相识。他杀马兄的动机何在？再说，慕容氏的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，世所皆知。马副帮主是死于自己的锁喉功之下，那慕容公子肯定会遭人怀疑。那他又何须现身？帮主，或许此人自恃武功高强，根本就不必遮掩的。若是如此，那他又何必招惹那么多家？最近频频有人死于自己的绝招。马副帮主、玄北大师，还有青城派的秦家寨，倒像是有人故意陷害。帮主，这是为慕容复开脱？并非，但此事确实有蹊跷。若真的怀疑是慕容公子，那也必须找他当面对质。欺负这几位姑娘还有家臣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若是传出去，咱们丐帮的颜面该放哪里？今日不知何事，兄弟们都来齐了。全舵主，你在这里，白长老人呢？还有大信、大勇、大力三舵舵主，人又在何处？张全祥，你在？你们舵主呢？我也不知道。
可能喝多了吧？喝多了？你们方舵主一向不会喝酒误事的。他在哪里？说！不关我的事，不是我干的。你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没做什么，方舵主他没死，他还活着。四位长老，怎么回事？我丐帮自我之下，人人以义气为重。秦龙宫，你既已知错，那跪就不必了。但你生事犯上之罪，也免不了。全舵主，舵主，江兄弟。把他扶起来。张全祥，现在由你带路，去请白长老等诸位一同来此。是。其余的人就地坐下，不得擅动。都坐下。是。众兄弟，本帮不幸发生变故。正是大伙出死力报答帮主恩情之时，大家全力护主，务必听从帮主号令，不得有违。是。这些都是多年一起同生共死的兄弟，只是一时心生意见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江兄弟，你带着你的弟兄，救人要紧，不得有闪失。是，帮主，那你千万小心，我尽快赶回。来，再派人去西夏一品堂。会山之约押后7日。是。跟我走。快！把他们绑起来！白长老，快！白长老，向长老，快给长老通报！蒋舵主，别动！白长老，快醒起！向长老，蒋舵主，小心屋外有消食。放心，弟兄们已经控制住了造反之人，屋外的消食也已经清理干净，其他几位舵主也刚刚救出，就在外面等着呢。到底有多少人造反？帮主怎么样？全冠清，还有宋西、陈吴4大长老。还有4舵半数兄弟也在其中，帮主无事。我走时尚且控制得住局面，但他那边人数不多，全靠帮主一人支撑，就怕时间久了会有哗变的。现在帮主身在何处啊？帮主现在城外杏子林，我已派人在前方带路，2位长老及几位舵主先行一步，我稍后便带兄弟们一并赶到。用传讯烟花通知附近所有丐帮弟子，速速赶往帮主所在。是。众兄弟，今日我好生欢喜，在我身旁这位段誉兄弟，与我义气相投，今日我也与他结交成兄弟了。来，大哥。
贤弟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丐帮一些重要的元老吧。4位长老，这位就是段兄弟，这位宋长老，可是我们丐帮人人敬重的元老。他那倒齿铁剪，当年叱咤江湖的时候，你还没出世呢。宋长老久仰。西长老，10多年前常和他讨教武功。来，咱们俩亦师亦友，交情很深呐。陈长老，来。陈长老不喜欢喝酒，但他的通臂拳了得，擅长使用毒物，也替咱们丐帮立下不少汗马功劳。谢帮主。事态如此严峻，这位乔帮主怎么还能如此轻松自在呢？乔帮主啊，是真聪明，强援已去，他的武功虽高，不过双拳不敌4手。他现在啊，是在转移人心，等待强兵的归来。看信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不知道，快走，快去看看，去看看，快走！咱们丐帮多承江湖上的朋友瞧得起，号称天下第1大帮。既然我们人多势众，那想法不能齐也在所难免。心里有什么事，大家说出来，都还是好兄弟。本来我以为此事只有全冠清一人所为，谁知道连本帮4大长老也牵连在内。宋西、吴尘4位长老，你们派人将我们关押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白兄，真是羞愧难当。
你我都是多年来生死与共的兄弟，自是没有恶意。并无恶意，事实并非如此吧？我与本帮传功长老被困在那个废弃的破屋里，那个屋前院后房都堆满了柴草硝石，说我们若要逃跑，他们便引火烧屋。宋长老，这就是你说的并无恶意？李春来，弟子在。弟子在。李春来，我来问你，你假借兄弟们哗变，骗我们深入灵域，你该当何罪？弟子这份地位，如何敢做如此胆大妄为之事？都是什么？都是你们全总舵主吩咐的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你可知道号令是假？说呀！大丈夫敢做，却不敢应承了吗？白长老说得对，我李春兰做错了事，是杀是剐，全凭吩咐，不做。那一日，我向你传达号令之时，我已知道那是假的。你却又是为何呢？是帮主待你不好？不，还是本长老待你不好？不是，都不是。乔帮主待我恩重如山，白长老公正严明，我对二位都没有异言。你这又是哪一出呢？为什么？属下犯了帮规，死有余辜。可是这其中的原委，非弟子敢说。李春来，明知号令是假，却不来向帮主通禀，反来骗我，罪该一死。相兄，又是谁骗的你呢？身为丐帮弟子，须当遵守祖宗遗法，大丈夫行事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敢作敢为也敢担当。帮主，我们大伙商量了，要废去你的帮主之位。只因怕传功执法两位长老不允，是以设法将他们囚禁起来。这是关乎本帮的大业，不得不冒险而为。今日势头不利，被你占了上风，我们由你处置便是。吴长风在丐帮30年，谁都知道我不是贪生怕死的小人。宋西、陈吴4位长老作乱犯上，违背帮规第1条。执法弟子在。绑了。是。懦夫！本来我们群起攻之，尚有胜算。你看看你们，一个个怕乔峰怕成什么样子？本帮众弟子听着，乔帮主接任上代汪帮主为我帮首领，并非强取豪夺，也非不择手段而夺得此位，乃是上代汪帮主考了他3大难题，让他为本帮立7件大功，这才将打狗棍相授予他。曾记得那年泰山大会，
我帮遭人围困，危在旦夕，也多亏了乔帮主出手，立刻9大高手，才保得我帮转危为安。我想，今日在场的不少兄弟都是亲眼所见的。这几年，汪帮主有病在身，帮中事务也全仰仗着乔帮主居中主持，我帮才声望日壮。乔帮主为我帮的功劳，自不待言。自他任帮主以来，待人宽厚，处事公允，我等仰慕尚不能待，怎会有人蒙了心窍，起义造反？陈冠清，你来说说。全舵主，我乔峰有哪里做对不起兄弟的事，你就当面指责吧，不用有什么顾忌。对不起众兄弟之事，你今日并没有做，但不久你就会做了。全冠清，乔帮主为人处事光明磊落，他从前没做过歹事，将来更不会做歹事。都是因为你妖言惑众，意图想背叛帮主。这些话要是传到我白毛人的耳朵里，我只当他是放屁，又怎会有人坏了脑子听信你在此信口雌黄？白长老，让全舵主从头到尾把事情好好说个详细。遵命。全冠清，你说。马副帮主为他人所害，我怀疑出于乔峰之事。你说什么？马副帮主在帮内声望颇高，问资历更是深厚，你一直忌惮于马副帮主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，总觉不出这颗眼中钉，你的帮主之位便坐不牢靠。我与马副帮主交情颇深，言谈投机。汪帮主过世之时，马兄待我如亲兄长。你把你刚说的话再给我说一次。马副帮主被人杀害，我帮众兄弟找慕容复报仇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和敌人勾结。这几个人是慕容复的家眷，你却加以庇护；这个人是慕容复的朋友，你却结为兄弟。非也，非也，在下与慕容公子素不相识。还有，这3位姑娘说是慕容公子的家人亲戚即可，说是家眷呢，那也未必。我丐帮开帮数百年来，在江湖上受人尊崇，并不是我们仗着人多势众，而是因为我们行侠仗义，主持公道。全舵主，你说我庇护他们3名女子，我就是庇护他们，那是为了顾及到丐帮100年来的名声。我不愿天下英雄说咱们丐帮合着长老欺负3名稚弱女子，这名声，全舵主你不爱惜，众兄弟都还爱惜着呢。陈冠清，你还有何话讲？帮主，不用与这不知大义之人多费唇舌，按帮规处罚即可。且慢，
帮主，我不能断定你是装腔作势的大奸雄，还是直肠直肚的好汉子。我没这个本事，你就直接把我杀了吧。吴长老，为何说我是个骗子？你有什么地方疑心于我？此事牵连太多的人和事情，传了出去，丐帮在江湖再也抬不起头来。人人瞧我们不起，我们本来想一刀把你杀了，也就罢了。就因为我救了慕容复的人，你们就认为我与他有勾结。可是你们谋叛在先，我救人在后，这两件事又有何关联？再说，这件事的对错还没下定论。萧帮主，那依你所见，杀害马副帮主之人，绝技不是慕容复了。这凶手是不是慕容复，我们还需要详加查询。若真的是他，定当抓他来替马副帮主报仇；倘若不是他，我们也得找到真凶。就凭你们几个这么胡乱猜测，竟错杀了好人，真凶却还在外逍遥自在，暗中偷笑咱们丐帮糊涂办事。不但对不起我们错杀的人，也对不起马副帮主，更对不起咱们丐帮的名声。是不是？相信看视角，不管怎么样，都相信这个是对的。帮主，咱们之所以烦你，皆因误信人言，知道你与马副帮主不和，暗里勾结慕容复，下手害他。这种种小事凑在一起，竟不由得人不信。现下一想，实在太过糊涂。白长老，请取法刀来，依照帮规，我自行了断便是。执法弟子，取本帮法刀。宋西陈吴四大长老，听信他人谣传，起义造反，以下犯上。按帮规，一刀处死。大治分舵舵主全冠清，谣言祸乱，企图叛乱，按帮规处，9刀处死。其他参与叛乱弟子，待日后查明，按帮规处。也罢，帮主，我姓宋的对你不过，今天愿接受帮规，自行了断。不过，我有一要求，愿我死后，望你念我对丐帮有为老的份上，原谅我，给我从绑。帮主。难道你还怨我罪孽深重，不许我自行了断吗？15年前，契丹人入侵雁门关，宋长老，你得知讯息，3日不食，4夜不睡，星夜赶回，就为了报军情。途中连毙了9匹好马，自己也因此身中内伤，口吐鲜血，但也因此，我大宋的守军俱备。使契丹人的铁骑不逞而退，这是有功于国的大事。执法长老，宋长老有功于国，还盼你体察，许他将功赎罪。乔帮主，你愿为宋长老求情，也有此理。只是本帮帮规有云：以下犯上者，罪不可赦，即便公大，罪不能恕，以免他居功自傲，横行生事。帮主，咱们不能毁了本帮100年基业，更不能
违背了历代帮主所立下的规矩。帮主，帮主，执法长老所言，半点不错。我等既身为长老之职，哪一个没有半点汗马功劳？倘若人人追论旧功，那什么法都犯了。谢帮主，请您见怜，使我自行了断。帮主，你好，我曾起过杀你之心，你杀我也是罪有应得。动手吧！帮主你！白长老，帮主，我们丐帮帮规是否有一条：丐帮弟子若犯规，不得轻赦；若帮主愈加宽容，需自流鲜血，以洗净其罪。帮主。帮规确有这么一条，帮主自流鲜血，洗他人之罪。可是帮主，你得想，你这么做值不值得？是啊，帮主，你何苦啊？没坏了祖宗规矩就好。帮主。西长老，你指点我武功，虽无师父之名，但也行师父之事。行了，想当年，王帮主被契丹5大高手擒获，囚困于祁连山黑风洞中。威逼我丐帮向契丹降服。西长老，你因长得与汪帮主有3分神似，便乔装成汪帮主，甘愿代死，使汪帮主得以脱险。这是有功于国，与本帮的大事。帮主，帮主，帮主，帮主！你今日之罪，必须得免。乔帮主，我跟你没什么交情，也不投气，平时得罪的地方也不少，所以呢，我也不敢奢求你能为我流血赎命。陈长老，我乔峰就是个粗鲁人，不喜欢结交为人阴沉、事无巨细、出手狠毒、说话夹枪带棒的朋友。这就是我的性格，说话就是这么不好听。更何况，你还不爱喝酒，咱们俩就是合不来。帮主，乔帮主，帮主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，帮主？但是是谁？貌似道出契丹的布防地图。别人不知道，但我知道。帮主，我是顾衍，感谢你的大恩大德，原谅我刚才的胡说八道。谢过帮主。吴长老，当年你独守鹰愁峡，
力抗西夏一品堂的人，使其行刺杨家将的阴谋未能得逞。光凭杨元帅赐给你的那面金牌，你今日的罪就可免了。哎，把那面金牌拿出来给弟兄们看看。帮主，说来惭愧，那天我酒瘾大发，没钱买酒，把金牌卖给金铺了。哼，吴长老，咱们叫花子，没饭吃，没酒喝，尽管讨就是了。怎么把金牌卖了？哎，讨饭容易，讨酒难。人家说，臭叫花子，吃饱了饭还想喝酒，太不成话了。不给，不给。爽快，爽，只是有点太对不起杨元帅了。帮主，因大仁大义，武长风这条命，以后就是你的了。以后谁再说你这个那个的，我也不信了。全冠清。